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意外吻程毅眼睛，程毅反应曝光心跳瞬间。关于陈香夫妇的恋爱消息，花絮似乎比正片还要甜蜜啊！在拍摄现场，杨紫和程毅在走戏的时候，摄像大哥还特意提醒他们两位新人不要靠得太近，稍微分开一点点。杨紫虽然不信邪，瞥了一眼摄像，但是还是按照大哥的提醒往后缩了一下。可能真的是意外，无论怎么预防，都还是会意外发生。在杨紫扭头的一瞬间，程毅正盯着杨紫的嘴唇看，完全没有料到杨紫会突然猛烈的靠近，不小心脸对脸，猛地撞到了彼此的鼻子。杨紫惊讶不已，她原以为自己已经保持了适当的距离，但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她毫无心理准备。她下意识地表现出娇羞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程毅。即使鼻子被撞得疼痛难忍，她也是最后才意识到疼痛。而程毅的心情也相当复杂，先是被吓到，然后又感受到了脸上奇妙的触感，两人的对视让他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导演兴奋地喊停，惊讶地表示这段效果非常出色，非常自然。这种反应可是剧本中没有的，是出自内心的。程毅第一时间关心杨紫，杨紫这才意识到自己鼻尖的疼痛，害羞地用手遮住脸。程毅则用手捂着眼睛，反应有些迟钝地说：“你好像亲到我眼睛里面了。”这种话术让人感到心动，显然是程毅懂如何挑逗人。在这样的暧昧气氛下，用这种隐喻的话语更让人感到心动。果不其然，成功吸引了杨紫的注意。杨紫就像个好奇宝宝，呆呆地看着程毅，似乎在回想刚才是否真的亲到他了。这感觉甚至比真亲吻还甜蜜。这场戏引发了谁的内心波澜，又是谁的心跳加速呢？我虽然不想磕他俩，但原本活泼的杨紫变得文静了，原本高冷的程毅也变得话多起来。在拍摄大婚戏份之前，程毅向工作人员请教如何进行撩盖头的仪式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。经过指导老师的教导，他兴高采烈地跑到杨紫面前炫耀，并郑重其事地告诉她：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掀盖头，好紧张啊！”程毅被杨紫机智拆穿谎言，他尴尬地反驳道：“那是在戏里，我演过结婚的戏，都演过40多次了，你也有不下80次了。”杨紫则阴阳怪气地回击：“屁我刚刚还在刷短视频，还看见你掀盖头了。”程毅听后慌忙否认，一本正经地向杨紫解释：“那是戏中的情节，这是现实生活吗？与其他女演员揭开头纱不算掀盖头，和杨紫的才算。”程毅的心思越来越明显，他俩的语气，一个像是吃醋，一个则在忙着安抚并解释。他们的关系不用多说了吧，都已经非常明显了。他们的对话经不起推敲，一旦深挖，就会有很多漏洞。短视频的推荐机制就是根据用户的喜好来推送内容，杨紫不会无缘无故地刷到一个男同事的视频。程毅莲花楼首播口碑出炉了，网友的打分和评价都一针见血。2023年的古偶剧整体来看，并没有掀起多大水花，哪怕是万众瞩目的玉骨遥，也因为女主任敏的表现没能达到预期的成绩，估计肖战也是真心带不动了。但待播剧中，古偶题材始终是一块大蛋糕，各大流量们纷纷上阵，能预料到接下来的剧作市场该有多热闹了。这部杨紫搭档谭健次、张晚意、邓为3位男神主演的《长相思》已经定档，仙侠虐恋为底色，更吸睛的还是 CP 大乱炖的设定吊足观众的胃口。除此之外，大宋少年志2庆余年2也都让观众心心念念很久了。但没等来上述几部剧，先等来了程毅的《莲花楼》，上线仅6集，全网热度第一，大爆潜力有目共睹。与此同时，该剧首播口碑也新鲜出炉，观众们的打分和评价都一针见血。所以这部剧到底好看吗？莲花楼的4星、5星好评主要给到了剧情、打戏2个方面。有人称，为什么一部悬疑剧会如此好笑啊？看到莲花楼这种有诚意的打戏，真的蛮惊喜的，可见观众相当满意了。该剧改编自藤平的小说《吉祥文莲花楼》，讲述了4顾门主李相宜程义士与金渊萌主狄飞升约战2败俱伤。
10年后，一位名为李莲花的神医拖着一座莲花楼游历江湖，误打误撞与热血少爷方多病、曾舜晞以及曾经的宿敌狄飞升相遇，并结成破案同盟，在一个个离奇案件里寻找真相的故事。而故事开场，先为观众铺垫了一下背景与人物。主人公李香怡与狄飞升的这场打戏可谓是刀光剑影，酣畅淋漓，配合磅礴大雨以及海上巨浪带来的视觉冲击，看完心里不禁感慨一句：武侠终于回来了。李香怡兄弟的尸骨究竟为何被金渊蒙藏起来，又到底藏在了哪里？显然是后续故事要为观众揭晓的内容，一旦带着疑问追剧，这便入戏了。紧接着镜头一转，来到10年后，彼时的李香怡因身中剧毒，武功尽失，化身成名医李莲花行走世间。仅从病患腰上的痕迹以及种种细节便能推断前因后果，可见即便是没有武力值，这男主的智慧值也是拉满的。与此同时，四顾门行堂百川院招到一位新弟子，竟然是武林第一豪门方家少爷方多病，用现代话说就是妥妥的富二代。武力值爆表，智商吗？有点，但不多。这2位男主一看就相当互补，阴差阳错下结识后，迎来了莲花楼10大诡秘奇案第1案——灵山派掌门羽化，金身午夜回魂。真正的好戏开场了。真的有人能够当众化金身飞升成仙？当然没有。一切诡谲案件的背后，其实都印满了人类的指纹。金身背后出现的手掌印、嘴角残留的血迹，还有大殿上的机关，都昭示着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。而李香怡在当晚与金身同处一室，在外人看来，已经作画的金身猛然睁开双眼，甚至抬起一只手写字。好家伙，汗毛都立起来了。但随着真相一点点被揭开，观众也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只是李香怡为凶手设计的一出戏。不得不说，这部剧在悬疑氛围的营造上极具水准，尤其是中式恐怖的画风，更适合中国观众的体质，太过瘾了。一个尝了800个心眼子，一个始终较着一口劲儿，铁憨憨一枚。2人一路上的互对，大大冲淡了案件的压抑感。可以说，莲花楼的节奏快速，悬疑与欢脱逗乐的氛围恰到好处，观感在线。莲花楼的1星、2星差评则是大部分集中在演员身上。有人直言，男主台词太弱，阴阳怪气的台词不行，程毅演技好差，颜值好拉垮。评价太犀利了。程毅的古装造型在这部剧里是彻底翻车了，假头套发际线未免也太低了，让他的脑门看起来更短更平。而且这种发型也并不能修饰他的那张大方脸，看起来跟精致、俊美这些词汇根本不沾边。看来他的古装美男称号是不保了。更何况这部剧里还有另一位男主与程毅做对比，当曾舜晞与他同框出镜时，颜值差距一目了然吧。程毅不光长得又土又皴，而且肩窄且溜肩，气质上也输了对方一大截，这就尴尬了。程毅在这部剧里没有使用配音，而是用自己的原声出镜，这一点虽然值得称赞，但原声台词的前提是演员的原声要能听，如果口齿不清，连台词都念不明白，那还不如找个配音呢。很多情境中都能感受到程毅台词多么模糊，王娘子说成了完娘子，掌门念成了斩门，而明明死者叫玉秋霜，到他嘴里却变成了玉秋栓，真的栓 Q 了。既然想走实力派的路线，那就好好把基本功练好，连台词都不行，还演什么戏呢？本来就没有对程毅的表演抱有太大期待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能拉垮到如此地步。还是大家熟悉的吹口哨表演方式，不知道为什么程毅那么爱撅着嘴巴，大概是喜欢嘟嘟唇吧。而且他饰演的李莲花是个擅长扮猪吃老虎、淡然随性的人，所以面对麻烦的时候会主动装弱。比如遇到铁甲门时，他就开始伪装了。但程毅就差把心机个字写在脸上了，对着众人笑时，整张脸都僵硬的不行，真的是诠释了什么叫做笑得比哭都难看。更不用说他那双无神又呆滞的眼睛，眼神里就没有戏，无论是什么场景都表现得不咸不淡，也难怪成为观众吐槽的主要对象，实在是夸不起来。至于陈都灵，身为女主的她再也不用去碾压其他女演员了。但可笑的是，这部剧以男性群像为视角，她的戏份少得可怜，又不能去跟男主比美吧。
而且他在剧中饰演的乔婉免一出场，差点让人没认出来。这突兀的黑眼圈和眼袋，好像熬了好几天大夜。而且巴掌大的小脸瘦的也没几两肉了，看上去憔悴疲惫又显老。就算是想艳压，估计陈都灵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还有男二层瞬息，颜值在线，演技却不在，瞪眼式表演仿佛师承杨颖，无论什么场景，瞪就完了。光是靠这几位的表演，很难扛住这部剧了。近2年来，古装悬疑题材愈发受到观众青睐。诚然，《唐朝诡事录》没有流量大咖坐镇，但凭借着出色的剧情与演员们的精湛演技，还是斩获了7.9分的口碑。而这部《莲花楼》本来也极具口碑爆款的潜质，因为在剧情上确实有着可取之处，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但可惜的是，演员演技没跟上。在这个观众越来越重视演技的时期，如果后续没有好转，很难有竞争热度的实力了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